接下来，全球的增长看亚洲，亚洲的海权要看海南。海南自贸港对东盟的赋能，短期看是增加各国的收益和竞争力，而长期来看，将是对现有全球产业分工和财富链路流转的根本性的架空。与其说海南自贸港的建成是挑战了新加坡，不如说整个西方主导的海权结构的中心都将被替换。如果说东南亚各国放弃灰产，加入我国以内循环为驱动，国内国际的双循环中来是国运级的机会，那挂在原有欧美海权利益链条上的新加坡、越南、日本就是最先坏死的那个支端。即使作为原有海权最核心的欧洲现在都不应该问中国到底想从欧洲买什么，而是应该翻开中国学生的地理课本，看一看自己还剩什么区位优势了，才能参与到这场全新的创新周期中来。东盟的地理核心本就在海南。昨天节目讲过，东南亚各国到海南远比绕到马六甲方便。实际上呢，把地图拉开，海南的战略位置可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区位优势实际上是可以直接辐射整个东北亚的全球转口贸易的。无论是俄罗斯、朝鲜、日本，还是东南亚诸国以及澳大利亚，实际上从航线便利性和距离经济性的角度考虑，海南都是最适宜转口的选择。从前不这么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南海的秩序不完全控制在我们手里，而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我们有能力提供安全保障了，那么贸易秩序自然也要随之改变。而且随着跟前开港等南美航线的开通，新的贸易格局将以海南自贸港为核心辐射开来。毫无疑问海南自贸港肯定是会动摇新加坡全球中转站的这个核心地位的。但是开篇我说了，海南自贸港的地位实际上是一套全新的全球海权网络的轴心，海南的可能性比新加坡依靠一个地理位置的优势要多得多得多。海南不是下一个新加坡，它的可能性我认为实际上是新加坡加上佛罗里达再加上鹿特丹这样的一个超级中转站。昨天视频里说了，24年新加坡关向中国和印尼之间的中转贸易收服务费就收了570多亿美元，超过了海南 GDP 的一半。以后这部分的利润呢，就是海南跟东盟各国来分享了。新加坡能做的海南可以做，而新加坡做不了的海南也可以做。文昌国际航天卫星超级工厂已经竣工投产了，它由国际卫星先进制造中心与国际星舰协同研发中心组成，是全国唯一可以实现卫星总装与星舰合造的生产基地。投产之后呢，年产卫星量可达1000颗，可以实现出厂及发射的全链路航天服务。我国的商业航天可是全体东盟国家都不具备的产业，未来就可以面向全球提供商业发射服务，吸引国际卫星的运营商、科研机构选择海南作为发射基地，进一步拓展它的国际市场份额。以后的文昌何止是中国的卡拉维拉尔角，说是世界的宇宙传送阵都不为过。而且从现在的政策利好来说，未来在海南如果一家芯片公司在这里建厂进口光刻机，可能直接省下上亿元，成品既能卖回中国内地，也能销往全球。于是在这样的利好下，目前已经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这里落子了。封关前2个月，海南开足马力拉投资，4天签了超过1000亿元。宁德时代向海南子公司增资，注册资本从200万飙升到100亿，蚂蚁集团一笔增持就高达35亿，增幅接近350倍。这就是一线放开的好处，而二线管住的好处是，只有在海南真实加工，增值超过 30% 的货物进入内地才享受免关税。这条政策红线守住的就是产业升级的含金量。搞贴牌洗澡那一套，以我们现在的溯源技术完全是可以甄别的。这样一方面可以倒逼在海南有投入的企业必须在当地实际的生产、招工、研发，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利差洼地，可以吸引全球的资本。不管你是生产法国的奢侈品，还是德国的机器、荷兰的光刻机，如果是在外国生产卖到中国内地，必须要交增值税。但是如果在海南生产呢，只要增值超过 30% 就可以直接免税了。这里面平均算下来大概有 10% 左右的利差，绝对是吸引全球投资者涌向我们这个最大工业生产国的很重磅的利好。所以海南虽然会对新加坡造成冲击，但是却从未以成为新加坡为自己的目标。转口贸易只是海南巨大的区位优势中都不太核心的那一个。海南聚焦的是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这4大金刚，并且瞄准的是
种业、深海、航天这3大未来产业。可以说，新加坡的发展是借欧美航路的顺风车，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以燃油供应与船舶维修等基础航运服务为起点，然后融入欧美金融与法律的服务体系，成为欧美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在东南亚这个区域的一个管理中心。新加坡和日韩以及那个带不动的越南一样，是欧美经济的一部分，是西方海权产生的巨大财富流动的孳息而已。而海南则是背靠我们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主动以灯塔的姿态汇聚南海诸国的邀请，是我国构建自身主导的经济体系过程中给东南亚诸国提供的发展接口，并且吸引国际经济要素向中国聚集。在美国高举门罗主义，部分依赖国际贸易的经济要素寻求避风港的这个形势下，海南自贸港将作为吸纳这些生产要素的重要载体。这个就是单开一桌的最直接的形态了。而有了贸易，那就有结算呢，美元霸权的香肠就会这样一片一片的被切到我们的盘子里来。为什么我们之前不急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呢？就是要配合国内消费和国际贸易这个双循环的一起开动，要先把国内市场做大，并把整个经济和消费增量都锚定在国内市场里，锚定在人民币体系上，彻底摆脱美元体系的决定性影响。这就是内循环的作用。同时，内循环带起的消费能力，既是我们促进内部经济良性增长的推动力，也是对全球利益链条重构的重要的筹码。毕竟，美国一直以来声称全球都需要美国的核心因素，就是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则会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和全球最大的消费国来影响全球的产业分工。所以未来亚洲必然会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增长极，核心就是我们能够顺利完成15规划，进而带来巨大的增长动能。以我们为核心的亚洲作为财富增长的最远点，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接入海南自贸港的东盟和其他任何国家的供应商们就是第一批受益者。我们的战略目标可以说是非常清晰，对内做大人民币为基础的内需，对外通过海南自贸港不仅是吸引全球产业资本，还将试点人民币的自由结算机制，为最终人民币国际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全球分工和价值链重构的过程中，陆上的贸易会随着我们的铁路沿着一带一线沿线不断的增加并延伸到各国，那么势必被削弱的海权，同时又面临着我们这个六边形战士海南自贸港的挑战，衰落几乎是不可避免。如今马来西亚的电子产品已经有了挑战日本传统领域之势，泰国的汽车制造更是无惧日韩现在萎靡不振的新能源汽车的挑战。印尼本身就具有很多的资源优势，从出口来说，不用缴纳高额的过路费之后，在海南自贸港的赋能之下，印尼从原材料国向初级工业国发展不再是梦。而从它本国发展来说，我国对印尼大量的有色金属和新能源材料的投资，势必会建立起更加完善的能源和通讯基建。事实上，目前大家现在看到的东盟国家的集体拥护，本身就是各国看到了这个光明的未来，为自己的发展必然会做出的选择。虽然我们单开一桌这个局面早在计划之中，但是随着海南自贸港的落地，可以说规划已经变得清晰可见了。海南自贸港作为超级中转站加未来产业高地的双重姿态，势必会撬动全球分工与财富链路的深层重构。欧美主导、日韩、新加坡拱卫、越南溜缝的这个局面，几乎已经是不可逆的在崩解了。海南这步棋50年之后再回望，应该比当年的深圳更传奇、更伟大。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